放假放好久，你说我们放好久吗？我后天就要回基地呢，别人都放到这个月底，大哥，我们就放到7号，你跟我说我们放很久，好多队伍放到月底呢，这个月底，因为很多队伍都在上海嘛，然后他们只能这样，因为之前有些选手他们回老家了，就他们现在只能在自己家里，但没有那么多选手回家，因为那时候很多俱乐部说放假最好不要回去，就在上海。但有些选手还是回去了，然后他们现在只能在家里打排位。PLG 这种放到20号，我听说流星众好像放到20号，其他人我不知道。其他队伍啊，好像那个 W 只放了1个礼拜吧 ，W 好像放的比较少 ，UP 好像放的比较久一点，每个队伍都不一样。哎，但是现在这个不好说，这个得看，赛什么时候开始吧，主要是也要看那个 MA 赛，这能不能正常打，要等这个消息。像我们连下季赛开赛的时间都不知道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博。LCK 春季赛已经结束，最终夺得冠军的是 T1，他们以全胜之姿20连胜的状态拿到了本次春季赛的冠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LCK 赛区比赛怎么如此之快，原因是他们的战队数量仅仅只有10支，晋级季后赛的队伍也仅仅只有6支，而 LPL 赛区一共有10支队伍晋级。在 T1 夺冠之后， Faker 的采访也深受观众们的关注。在本次采访中， Faker 表示不太常看 LPL， 所以不知道他们的实力究竟如何，但如果遇到 Rookie 选手，到时候会展现更好的面貌。很多网友表示这是 Faker 在向 Rookie 发起挑战。然而就在夺冠后的不到24小时， T1 官方的一纸通告却直接让所有人炸锅了。 T1 官宣队伍有5人确诊新冠，分别是上单宙斯、打野 Warner、中单 Faker 和辅助 Carriel， 还有一名教练。这也意味着整个1队首发里面只有小吕布暂时逃过一劫。在 LCK 整个春季赛，多支队伍因为有主力选手确诊新冠，影响阵容完整度的情况下， T1 无疑是常规赛期间防疫工作做得最好的队伍。决赛解说的时候，管泽元还力赞了 T1 的防疫工作，毕竟 T1 之前最多就是工作人员和2队选手确诊新冠，对比之下 GN、DRX 这些队伍都曾有半数确诊新冠的情况。但是没想到 T1 刚打完决赛夺冠就中招了，毕竟今年是 LCK 10周年，所以这场决赛的声势非常浩大，不仅请到了 LCK 历史的多位名秀，而且现场观众也是人山人海。再加上准备春季总决赛期间 T1 肯定要拍摄各种宣传片、垃圾话等环节，所以大大增加了感染的几率。现在来看 T1 很有可能是带病打决赛，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小吕布在决赛的状态最稳定了。不过好消息是，距离 MSI 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 T1 选手有足够的康复期，不会影响到他们在 MSI 的比赛。但是新冠的后遗症，目前科学界也难以有一个定论，希望 T1 选手能尽快恢复吧。对于韩国观众来说，尤其是 T1 的粉丝，今年 MSI 的举办地是韩国釜山，这么一来，他们的愿望就更加明确了，那就是希望 T1 能够在自己的主场夺得今年 MSI 赛事的冠军。如果再细化一下的话，可能他们的愿望就是在家门口击败 LPL 夺冠，这应该是现在所有韩国网友共同的心声。但是随着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很可能有部分赛区会放弃参加本次 MSI 赛事，这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去年的越南赛区 MSI 和世界赛都没能参加，目前 LPL 的春季赛还没有打完，所以参加 MSI 赛事的人选暂时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近期也是有小道消息传出，表示 LPL 为了选手们的安全着想，同时也为了10月份开始的亚运会能够顺利参赛，可能会考虑退出本次 MSI 赛事。听到 LPL 可能会退出 MSI 赛事以后，韩国网友率先不淡定了。有网友表示，如果 LPL 不来的话，那 LCK 即使在釜山夺冠也没有意义，比赛的精彩程度、看点等等都要大打折扣。同时还有部分网友献计献策，表示既然不能来韩国比赛，那就在线上参赛吧。按照当年 MSC 的形式，只要保障选手的安全，赛事方面应该不成问题。其实除了韩国观众之外， LPL 包括其他赛区的观众以及拳头官方
肯定都是不希望 MSI 没有 LPL 的。世界4大赛区缺一不可，否则 MSI 冠军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如果 LPL 采用线上打的方式的话，阿博认为会有2个争议。第一个争议就是延迟，线下的延迟肯定是最低的。LPL 这边和 MSI 的主场，也就是釜山有一定的距离，延迟会比较高。之前的 MSC 中韩对抗，拳头是平衡了两边的延迟为同一水平，但是这次的 MSI 平衡延迟可能就不太合理了，等于说其他所有赛区的队伍为了平衡 LPL 的延迟而做出让步，因此有可能的情况是 LPL 这边远程比赛不进行延迟上的平衡， LPL 的队伍以偏高的延迟打比赛，预计延迟会相差20左右，如此 LPL 队伍则会处于一定的劣势。第二个争议，个人认为是在环境差异上，除了韩国之外，其他赛区的队伍去釜山需要去当地适应环境和时差，饮食与日常休息需要做好，还得做好防控工作。而 LPL 这边这一点上占据优势，因为他们不需要前往主场，也不需要适应环境和饮食什么的。2个争议，一个是 LPL 的劣势，一个是优势。而如果从 LPL 观众的角度出发，所有人都不会怀疑 LPL 赛区以及 LPL 赛区的冠军队伍想要参加所有比赛的决心与愿望。每支战队的目标都是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去参加更多的赛事。但是如果今年的 MSI 最终要求选手只能在弃权或者面临风险去釜山之间做一个选择，作为 LPL 的观众应该更愿意弃权。阿博认为，拳头出于对 MSI 收视率与精彩程度的考量，大概率会给 LPL 提供一个可以线上参加的机会。所有观众们也都想要看到精彩刺激的比赛对决，如果缺少了 LPL 的队伍， MSI 确实缺少了很多乐趣与看点。至于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还是静等后续官方的表态吧。下面咱们再将目光转回 LPL 赛区，4强赛将在4月8日开打，各个战队也都在疯狂的进行训练与 rank。 常规赛第1的威武战队近日传来好消息，随着卡萨打上韩服王者分段，威武全员都已经王者了。从常规赛的表现来看，威武选手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并且十分稳定，每条路的选手都可以开瑞比赛。而 Rookie 选手则是威武选手中腿最粗的，他可以打出力挽狂澜的表现，扭转局势。而 Rookie 选手也是威武所有选手中 rank 分最高的，前段时间还登顶了韩服。而卡萨选手的 rank 也来到了王者分段。要知道，卡萨选手在过去的2年赛季中一直都是保持着大师宗师分段的。之前卡萨的排位大多数是整活的状态，但是来到威武后，卡萨不得不认真起来了。威武的首发选手都是 rank 狂魔，在强大的内卷下，卡萨也开始了努力上分，而他的 rank 局数也是5名首发选手中最多的，达到了660多场。去年夏季赛，威武战队0-16排在 LPL 倒数第1，而这次春季赛，威武战队以14-2的成绩拿下了常规赛第1。而这离不开卡萨在前期的出色节奏。如今卡萨状态更加出色，前期节奏更加大的话，那么威武的实力必将再提升一个等级。不过下场比赛他们的对手是 TES， 实力同样不容小觑。阿博在这里预测一下，威武战队3-2战胜对手，威武加油！阿博也特别期待在 MSI 上威武和 T1 的对决，毕竟 Faker 战书已经下了。最后，对于 Faker 向 Rookie 下战书，LPL 可能弃权 MSI， 卡萨冲分上王者，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探讨哟。